不得不说啊，今年是真的魔幻，什么样的事都可能看到。一般来说，只要打仗，货币基本都是贬值的，对吧？毕竟生产和秩序都受到影响了嘛。今年不一样，某两国闹矛盾打起来了，结果一个货币嗷嗷涨，另外一个虽说本土货币贬值了，可人家用的是美元呀，背后一大票国家给他输血。那么美元贬值了吗？贬值了，但美元贬值的原因是疫情啊，甚至因为这场战争，美元相对来说还是升值的。最魔幻的来了，跟这场仗八竿子打不着的日本，因为这场冲突货币暴跌，也不知道这避险货币的名头还能不能拿得稳。不过这些都跟咱没关系啊。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这个魔幻的信息让我突然想起了二战后期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至暗时刻。这不是夸张啊！对那段时期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平常看到的天空真的就是灰的，尤其是2枚原子弹下去以后，日本人脑袋上面的天更灰了。最严重的时候，纺织品价格暴涨470倍啊，相当于平常100块一件的衣服，那个时候得花47000啊！生活所必需的粮食价格暴涨250倍，吃饭都能吃到倾家荡产，就这还吃不饱，经济完全就崩溃了。这也是2战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导致日本经济崩溃的原因，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因为错误踏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战车。1937年，为了备战侵华战争啊，除了早就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日本经济参谋本部，目的就是为了给战争制定相对应的经济政策。很快就出台了一个国家总动员法。从这个法案开始，日本所有的资源、人口怎么分配、干什么、怎么干，都是军部说了算，包括日本议会，就算想要立法，也得为军部让路。一切以军事优先，对外扩张才是第一要务。总之就是把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啊！要说有人反对吧，肯定是有人反对的，反对的声音还不小。问题是军国主义模式下的日本在战争上确实有很大的优势呀，轻松就让一个战前全国51%人口都是农民、资源缺乏、领土面积还不大的岛国，成了一个战争初期甚至是中期都能满世界横着走的存在。不过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说的直白点，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一条不归路。没有退路，能保持优势，能持续保持优势还好，一旦优势无法保持，就废了，而且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啊！2战时期的日本就是一个相当标准的教科书式的答案。它初期为什么那么强？就是因为日本军部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推行了物资配给制，一切以军人优先，有啥好的先给部队，包括日常口粮，甚至是烧火的木炭。就比如日本当时的单兵作战口粮，有没有具体实施到位啥的咱不清楚啊。不过按照标准要求是每人每天不少于600克精米、200克糙米或者小麦，以及200克的肉、味增汤，还有腌菜、糖果，营养搭配相当合理。一些相对高级的军官甚至还能领到紧俏的咖啡和巧克力啊，普通人就惨了，能不能吃饱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得听政府的。所以日本当时的普通人按照政府的配给标准，一个人每天能领到330克的口粮，吃不够就去参军啊，毕竟战争时期嘛，资源就那么点，为了打胜仗，大家就忍着点吧，裤腰带都勒紧点。不信你看现在帝国优势多么明显啊！等战争结束了，资源丰富了，大家想吃啥吃啥，想吃多少吃多少，哪怕你吃一顿扔一顿，没人管你。结果没曾想，美国的一个联合禁运，日本的优势就没了。这就是领土小的悲哀啊！国土面积小，资源就少，但凡你在战略物资上依赖进口，哪怕名义上是个大国强国，那也只是个精神大国，实际上依然是个处处受制于人的小国。但不管怎么说，这仗还是要打的，补一下说不定还有机会，不打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了。怎么办？前线肯定是不能撤呀，那就再牺牲下普通人吧，全国大动员，让大家把裤腰带再勒紧点。男人都去参军，女人都去打螺丝。美国要当拦路虎，咱就赌上国运，偷袭他的珍珠港。兵还是要画的，而且要画得更圆。没有石油就用黄豆、花生、椰子提炼。没有燃料就用糖、土豆、米酒提炼，谁说酒精就不是燃料了？最大的问题，没有食物怎么办？你永远想不到日本人对吃的脑洞到底有多大。他们并不单纯是没有食物，就找其他可替代的东西去替代啊！当时的日本曾动员小学生去收集橡子，或者往米面里面加康夫，这都是最基本的操作。他们会把食物的消耗计算得更为精确。比如原来是每人每天330克口粮嘛，现在不按克算了，按热量算，每人每天1600大卡的食物，虽然更饿了，裤腰带也勒得不能再勒了，但最起码还能活下去。再到后来太平洋战争后半场，美国凭借强大的战斗力和后勤开始翻盘，
日军战略局面急转直下，日本国内的情况也已经糟糕到不能再糟了。但还是那句话，仗还是要打的，饼还是要画的，只能再牺牲下普通人了。有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啊，都已经那样了，仍然能毫无怨言地配合军国主义政府走极端啊，丝毫没有停下来反思的意思。或者说他们已经腾不出精力去反思了。粮食已经缺到不能再缺了，少食肯定不可能，事实上也已经没有再压缩的空间了，怎么办？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以及一大堆营养专家在经过反复论证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压缩自身，号召日本还活着的普通人吃饭多咀嚼，细嚼慢咽，反复咀嚼，仔细咀嚼，直到充分吸收口粮营养。就这样，日本撑到了1945年。这段时期也是日本国内普通人的至暗时刻。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垃圾，大学生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下的罐头盒，就为了能从罐头里刮出那一点点的残羹。拌罐头的残羹，他们要吃好几天呢。因为所有的资源都优先提供给了军工，没办法，这就是法西斯下的军国模式。掠夺不到资源，所有人都得饿死。所以一切的一切，军国优先。至于其他国民，政府能做到的，就是让他们苟延残喘的活着。这段时期的日本人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身不由己，就连实在受不了饥饿，想给自己一个痛快都难呀，因为那是政府所禁止的。毕竟军队还需要人来补充嘛。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